大家好，我是 GPT，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下近期在中国科技圈里风头正盛的话题 ChatGPT 以及其相关产品在中国的火热。ChatGPT 是由 OpenAI 孵化的人工智能技术，它可以生成自然语言，并且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。最近，中国的科技巨头百度和字节跳动都在纷纷布局类似于 ChatGPT 的产品。其中，百度的项目名为文心一言，而字节跳动的产品则目前没有具体的名称。百度 CEO 李彦宏已经把自己2023年的 OKR 定为引领搜索体验的代际变革，并在内部强调 AIGC 和 ChatGPT 的重要性。目前，百度内部的压力非常大，要求1个月内推出类 ChatGPT 产品。对于这个目标，百度的技术产品和销售团队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。与此同时，字节跳动也在组建类 ChatGPT 产品团队。由于去年其人脸卡通化的应用已经非常成功，所以业内对于字节跳动的期待也非常高。ChatGPT 已经成为中国科技股市热门话题，尽管这些公司业务没有和 ChatGPT 直接相关，许多公司的股票都因为与 ChatGPT 部分关联而大涨，包括汉王科技、海天瑞声、科大国创和科大讯飞等公司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许多投资者都在关注与 ChatGPT 相关变化，甚至有人相信这将会让 TMT 投资人续命15年。因此 ，ChatGPT 已经成为了后疫情时代的绝佳故事脚本。中国互联网公司是否有能力复制 OpenAI 的核心语言模型 GPT-3， 并将其商业化？但这样的尝试并不容易，有着很多门槛需要克服。第一道门槛是资金。OpenAI 发布 GPT-3 之前，已经得到了许多矽谷大佬的承诺，出资10亿美元的支持，而 GPT-3 的单次训练成本高达460万美元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一家初创公司只能筹备5000万美金，仅能供 GPT-3 进行10次训练。因此，要想复制 GPT-3， 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。第二道门槛是晶片和算力。运行 AI 大模型需要大量 GPU 晶片，但由于美国对中国禁售晶片，中国公司很难获取足够的 GPU 晶片来运行 AI 大模型。据称，要想跑通一次100亿以上参数量的模型，至少要用1000张 GPU 卡，然后训练1个月。即使不用最先进的英伟达 A100， 按照1张 GPU 5万元的均价计算，1000张 GPU 意味着单月5000万的算力成本，这还没算上算法工程师的工资。第三道门槛是人才的流向。OpenAI 只有500人规模，但经历过上一轮 AI 热潮的中国公司动辄数千人，凑个人头应该不在话下。然而现成的优秀人才都在4大美国科技公司 AI Lab 里。在中国，面对大企业和政府，技术公司必须提供全套服务，甚至是定制开发。AI 大模型与大用户产品结合，更可能爆发无穷威力。例如 ChatGPT 与搜寻结合，这带来了颠覆 Google 搜寻的想象空间。但在实际落地上还有障碍，认为这可能会影响搜寻广告收入。产品在中国市场出现，只是时间问题吗？多位从业者表示不太乐观。为什么？这需要耐心和基础科研。对于训练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来说，需要大量的人工调教和用户数据反馈，所以即使科研能力不错，从业者也需要耐得住寂寞去打磨。模是指对模型背后 instruction 行为逻辑模板的打磨，机器将表示无奈的误以为所有标点符号都要重复3个时。粗暴的处理方式当然可以禁止机器重复标点，但要想让模型更聪明，需要人为的写入更多 instruction， 告诉机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，什么情况不能。你得有工匠精神，得死抠 instruction 才有机会做得很好。OpenAI 的优势就是它真的死抠。从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拆分为独立公司的小兵 CEO 李迪表示，然而死抠也不见得立竿见影。OpenAI 的成功在今天看来仍有偶然性。OpenAI 成立时，业内主流人工智能路线是监督式深度学习，需要人工将语义图片打上标注，机器才可以识别相似信息。但 OpenAI 选择的非监督强化学习技术路线，是将巨大的语料库不经标注的直接投进模型，等待机器吐出一个未知的结果。这种九死一生的创新模式
是大多数公司无法承受之重。所需的资料是对耐心的重大考验，需要清洗出好数据，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资源。昆仑万维 CEO 方汉表示，昆仑万维从2020年开始做自有 AI 多国语言大模型，仅仅是用自己的专有算法清洗数据，就整整花费了近2年，从100亿级数据里筛出了10%的好数据。在上一波 AI 投资热潮中出现的 AI 四小龙，基本都在做视觉识别、正安防领域的钱，离 AI 通用大模型有一段距离。在风险投资5年加2年的投资周期要求下，创业公司需要在这个周期内走到商业变现一步，而做基础研究很难养活自己。